1988年4月22日拂晓，乌韦阿岛上的法国宪兵营周围窜出几十个黑影，这些人个个头戴面罩，手持武器，干掉了宪兵营门口的哨兵，迅速突入宪兵营。几十名从梦中惊醒的法国宪兵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就成为了阶下囚。蒙面人的头目嚣张地说道：“先生，现在你们可以求救了，如果有人能够听到的话。”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平。前面这个场景是乌韦阿劫持人质事件的开始，而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情。新卡里多尼亚是法国的海外领地，首府努美阿。岛上居民有土著卡纳克人、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，卡纳克人主张实行独立，而法国人后裔则主张卡岛仍留在法国，两派营垒分明，针锋相对，武装冲突不时发生。而乌韦阿劫持人质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。咱们接着上面的事情往下说。蒙面人押着20多名宪兵就消失在了外面的丛林中。宪兵队人员被俘的消息很快报到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，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。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清楚，对于那些宁可拿大砍刀决斗也不愿意说话的土著人来说，交流是不可能交流的，所以决议很快就达成了统一。营救人质的任务交给了法国国家宪兵干预组，也就是 GIGN。而此时 GIGN 的队长是维克多·马里上尉，时年36岁，擅长中国武术，精于各种形式的械斗和徒手搏斗，曾因顺利解决2起法国监狱犯人扣押人质的危机而名噪一时，被誉为处理危机能手。维克多接到命令后，立即率20名队员赶赴努美阿。夜色中，飞机在努美阿机场降落，法国驻岛总司令雅克·维达尔将军和领地军政要员已在机场等候。GIGN 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临时指挥部共商对策。4月25日，事情毫无进展。正当所有人都为人质焦虑万分时，蒙面人意外释放了12名人质，还带来了宪兵队长奥尔的一封求救信以及对方的谈判条件。这一行动泄露了关押人质的秘密地点。4月27日，通过当地居民的指引，法国人在乌韦阿岛北端找到了那个关押人质的山洞里。紧接着，维克多询问了奥尔一些细节。你说他们故意放了你，你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答案。绑架我们的人明显也不是很受欢迎。根据他们与当地人的交谈，我发现释放我们并非他们的本意，应当是当地其他部族的人不愿意惹麻烦，所以我们才能回来。但那些还在他们手中的兄弟估计很危险。维克多点了点头，表示接受奥尔的说法。很快他就制定了一个危险的计划，找到了一个与当地人颇有交情的法国官员比安科尼充当中间人。他要带领5名突击队员一同去虎穴走一趟，如果兄弟们还安全，那一切都还好说。4月29日，维克多一行人抵达了乌韦阿岛。下午，他们就来到了扣押人质的山洞外。当他们想要进去的时候，突然从四周的丛林里窜出一群人。很明显，他们从谈判者成为了俘虏。维克多向想要动手的手下使了个眼神，几名突击队员们放下了枪。然而蒙面人也没想到这几名突击队员这么好说话，顺手把他们一共7人给俘虏了。此时熟人比安科尼上前一步，和围困他们的人说了几句俚语，然后维克多和比安科尼一行人被带进了洞里。见到对方的头领后，比安科尼露出了笑容。经过一番简短的交谈后，头领明白了维克多的意思，他同意临时释放维克多，让他回去给法国政府报信。但头领怕维克多记忆力不好，在临走时恶狠狠地对维克多说：“我让你回去报信，你可不要当我心软，跟你来的人都要留下。如果你明天早上10点不返回山洞，那明天就是他们的忌日。”接着把一把锋利的刀插进了墙壁。当天晚上，维克多赶回了临时指挥部，并向维达尔和法国领地部长彭斯做了简要汇报。卡纳克人就释放人质提出了3项条件：从乌韦阿岛撤走法国全部治安部队，取消地方选举，法国总统和总理指定1名调解人，就自立问题进行谈判。办不到，我们绝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。维达尔将军从座椅上跳了起来。部长阁下，是采取武装行动的时候了。维克多上尉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部长转过头询问：凌晨，我必须按规定返回山洞。作为 JIJN 的一员，我们的座右铭是桑嘎格普拉维尔，为拯救而活。以什么方式解救人质，还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。最后，彭斯部长做出决定，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武力。当然，这需要报总理批准。维克多急不可耐地回到了驻地，此时一个冒险的计划已经在他心中成型了。凭他多年处理危险的经验，他能预感到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要打响。4月30日，按照蒙面人的要求，维克多和比安科尼准时地返回山洞谷地。他俩双手抱着脑袋，在几名蒙面人的押送下进了山洞，把彭斯部长的和平建议转达给了他们。很明显，他们对这些建议嗤之以鼻。头领冲着维克多大吼：不同意我们的条件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会用他们的生命计数。维克多眯着眼看着头领，说话的同时指向人质，接着他变成了笑脸劝解：你们的条件还是有希望的。彭斯部长已向总理报告，正在等待答复，咱们不要冲动，以免把事情搞糟。比安科尼把话翻译给对方，可暴躁的头领哪会听得进去？48小时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，我们将把所有人炸死在洞里。维克多也强硬地提出要求：我要见见我的人，不然没法向上级交代。短暂的冷静过后，头领答应了要求，而维克多趁着见面的机会，把自己的计划悄悄告诉了被抓的手下。几小时后，维克多和比安科尼匆忙从海军直升机上跳下，直奔驻军总部。部长阁下，和谈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只有48小时。维达尔将军为自己的预见感到得意。我就知道使用武力是必然的，我们还是尽快制定营救方案，向巴黎报告吧。将军计划使用1个连的兵力包围山洞，迫使蒙面人投降，全然不把宪兵干预队放在眼里。他对维克多说：你的干涉组已有5人成了人质，其余的人对这里情况不熟悉，但可以配合驻军作战。他把一份作战计划放到部长眼前，要求彭斯就此报告总理。在维克多看来，这个愚蠢的计划完全不是在营救人质，倒像是为了攻占山洞。他坚决反对维达尔的意见，并向彭斯和维达尔讲述了自己的全部想法和部署。然而紧急关头，部长却毫无明确的主见，他只是同时将2个方案报告给了希拉克总理。维达尔设想，如果等到了巴黎的回音，部队再行动，恐怕来不及了。因此，在5月1日晚上9点半，他命令攻击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山谷附近。他想等希拉克总理的答复一到，突然发起攻击。他十分自信，总理一定会同意他的方案。这次潜伏行动可以说非常成功，连维克多都没有发现异常，蒙面人更没发现已有300多人的部队潜伏在了谷地附近。可关键时刻总有人掉链子。5月2日，在天色微亮的时候，一名在谷口埋伏的士兵被前来送食物的蒙面人发现，随即响起了枪声，这让营救行动变得更加复杂。部队被发现的情况和希拉克总理的答复几乎同时到达临时指挥部，总理批准了维克多的计划，要驻军协助，并亲自定名为胜利行动。此时维克多才知道巴黎的消息，也知道了维达尔的计划，他十分震惊，不知道现在战斗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，自己留下的兄弟究竟怎样。来不及想那么多，维克多带着剩下的队友迅速向着山洞飞去。意外的枪声惊动了埋伏在谷地周围的攻击部队，也惊醒了山洞里的蒙面人。攻击部队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。在没有接到将军命令的情况下，攻击部队的战场指挥官命令向谷地发起了冲锋。然而蒙面人抢占了高地，一群士兵刚冲至谷口，便被猛烈的火力打得抬不起头。一次突袭就这么变成了僵局。另一边，留在洞里的5名队员听到枪声后，迅速挣脱了绳索，并制服了看守。然而洞里其他的蒙面人蜂拥而至，队员们无法打开所有的手铐，也无法冲到洞外，双方在洞内也僵持了下来。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在洞的下层另有2个蒙面人正在设置炸药和导火索，准备将洞里的人全部埋葬其中。危急关头，维克多带着队友们出现在了谷地上空。一组人去谷口，势必打乱他们的炸洞计划，领2架飞机消灭四周高地的火力点。顿时，整个山谷淹没在巨大的枪声中。在这突如其来的空中火力下，蒙面人的火力网出现了空隙，
山谷的攻击部队已重新跃起，冲向洞口。就在这时，维克多看到有几名蒙面人从洞口窜出，随后洞外的草丛中冒起了一股白烟。维克多忙对驾驶员喊道：“他们可能已点燃导火索，快到洞口，让我下去。”直升机开始下降高度，维克多带着2名队员跳下飞机。可当他落地时，感觉到了右臂一阵痒，他知道自己应该是中弹了。可时间明显快要来不及了，他立即向山洞飞奔。就在最后关头，他隔断了导火索。可还没等喘口气，维克多感到身后一热，回头望去，他搭载的直升机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火球。看来直升机的油箱被击中了。维克多大喊一声飞行员的名字，愤怒地端着枪向山腰冲去。一颗手雷在维克多身后爆炸，他扑倒在地。最终2名队友把他送到了医院，但重伤不治，牺牲在了努美阿医院里。而激战持续到了午后才结束，因为导火索及时被切断，洞里的人质全部被救出。GIGN 则失去了2名队员。几天后，2具深红色的棺木摆放在停机坪上，每具棺木上都覆盖着法国国旗。一队身着军服的法国官兵表情严肃地站在棺木的一侧，一个小型的军乐队奏起了哀乐，悲伤的曲调在机场上空回荡。法国2架 C-130H 军用运输机似乎也被这哀伤的场面所打动，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，螺旋桨桨叶缓缓地旋转。简短的仪式之后，一队仪仗兵把2具棺木缓缓地抬上了运输机，飞向法国。2001年，有导演拍摄了电影《叛乱》，就是以此危机为背景拍摄的。好了，GIGN 的营救行动咱们就说到这儿了。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